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结婚前夜，我收到一条匿名信息，打开是未婚夫和闺蜜不堪入目的床照。我找未婚夫当面对质，他理直气壮地嘲讽：“江晚，你早都被人玩烂了，我肯接盘，你该感恩戴德。”门突然被推开，身材高大的男人带着保镖缓缓走入，二话不说暴揍未婚夫，嘴里波澜不惊地说：“江晚是我的女人，你们这么欺负她，活腻了。”哄女儿睡着后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我蹑手蹑脚地关上门，点开，在我和盛泽共同的几个群聊里，几张男女交缠的高清照片瞬间弹出，还配了一段视频。画面里一男一女不着寸缕，男的是我未婚夫盛泽，女的是我闺蜜秦嫣。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我靠，谁发的？这是假的吧？视频做不得假，你看他俩身上的纹身，盛泽、秦嫣，不是，你俩这样对得起江晚吗？就是，盛泽你明天就要结婚了，这是闹哪出啊？发送人的头像很陌生，像是凭空冒出来的，手指划过屏幕，忍不住的颤抖。盛泽并不浪荡，相反，他很不喜欢灯红酒绿。他向我求婚的时候，我想今后有这样一个人作伴也挺好的，再加上女儿也需要个靠谱的爸爸，就点头答应了。秦嫣是我家保姆的女儿，保姆去世后就养在我家，像我爸妈的半个女儿。我没想到他们俩会背着我搞到一起，我稳住心神，穿好衣服，开车去找盛泽。他正在包厢里和朋友过单身派对，我一眼就看见了秦嫣。见我进来，大家沉默了片刻，便热情招呼起我来。盛泽显然还不知道，皱着眉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指指他的手机，他打开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问。盛泽眼里泛起不耐。既然你看到了，也好，我喜欢的人是秦嫣。秦嫣则站起来，带着哭腔：“婉婉，对不起，我是真的爱他。”瞧瞧，一出痴男怨女的好戏。我冷哼出声：“你们两情相悦，那盛泽，你为什么要娶我？”话一问出口，我已经知道了答案。因为秦嫣的出身，盛家是不会同意的。他又不想断，只好继续做戏，让我成了小丑。秦嫣揽住我的胳膊：“婉婉，我错了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见盛泽。我明天就离开京城，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。”我挥开他的手，一言不发。秦嫣却好像受了很大力一样，向后倒去，十分娇弱。盛泽急了，一把抱住秦嫣，冲我说：“江晚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别为难秦嫣。”我只觉得好笑，这就开始互上了。盛泽，我们这婚我看就算了，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至于这个烂摊子，谁惹出来的谁收拾。说完转身要走，盛泽的冷嗤声却从身后传来：“那你呢，江晚？你又好到哪里去？在我眼里，你连秦嫣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5年前去港圈鬼混，回来没多久就怀孕，谁不知道你是卖身才救了江氏？可惜呀，那男的没看上你，不要这个孩子。江晚，你早都被人玩烂了，我肯接盘，你该感恩戴德。就算退婚，也该是我说他。”我毫不留情地甩了他一巴掌。原来盛泽一直是这么看我的，我以为纵然是商业联姻，我们双方没有感情，也总能相敬如宾。没想到他早已把我钉上了耻辱柱。门突然开了，高大的男人走入，一把揪住盛泽的衣领，二话不说给了他一拳。盛泽被打得踉跄栽倒，吐了口血水，破口大骂：“谁他妈敢打老子！”很快他就骂不出来了，因为男人一拳又一拳地砸下去，包厢里的人
陆续被保镖请了出去。秦烟不走，尖叫一声：“别再打了！”他瞪着我：“江晚，你想让人把他打死吗？”我想上前，男人却说了一句：“待着别动。”秦烟想扑过去，被保镖抢先一步拦住。他嘶吼着：“你是谁呀？你怎么敢打他？”男人停下了手，眼风扫过去，又落在我身上，嘴角噙笑：“江晚是我的女人，你们这么欺负她，活腻了。”轰！我两眼发黑，久远的记忆接踵而至。家族没落后，我独自来港城打拼，为了找到资金支持，混迹于各色酒宴。遇到周慈礼是意料之外，10年不见，他变得更加沉稳内敛，只是那双眸子扫过来时，仍旧深如寒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暗自庆幸这里没几个人认识我。若是在京城，圈子里谁人不知我和他不对付？这仇是少时就结下的，随着年岁渐长，我们越发疏远。我在场内游走了一圈，对我感兴趣的人不少，但一听我的来意，纷纷避而远之。这时，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走过来，递给我一张房卡：“先生在顶层套房等您。”咬了咬牙，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。套房里，周慈礼慵懒地陷在沙发里，掀起眼皮瞧我，声音不变喜怒：“你缺钱？”我点点头：“很缺。”“多少？”“2亿。”“我可以帮你。”我蓦地抬头和他对视，然后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他饶有兴致地盯着我，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，慢条斯理地答：“陪我睡3次。”我抿着唇，心想这或许就是报应，风水轮流转。现在他终于能找到侮辱我的机会了。江晚，3次，2亿，我的诚意很足了，我答应了。那几天的回忆很混乱，我完全臣服于他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只能攀着他的肩头寻求依靠。最后一晚，我缩在他身下站立：“周慈礼，你要弄到什么时候？”他俯下身吻我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明天就腻了。”我把这话记在心里。第2天清晨，就识趣地悄悄离开了。床头留了张纸条，写着汇款账号。周慈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。我回到京城后，爸妈就喜滋滋地告诉我公司有救了，还问我是从哪拉来的资金。我不敢说实话，只说是港城的老朋友。没过多久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，我苦恼了很久。我向爸妈坦白，他们边哭边说对不起我，迅速给我预约了流产手术。然而医生检查后劝我们慎重考虑，我的体质特殊，流产对我身体伤害很大，以后可能不会有孩子。我想这大概是天意，只不过造化弄人，我居然有了周慈礼的孩子，恐怕他知道了，会极尽所能地嘲笑我。女儿出生后，我很快投入到工作中，一晃就是5年。我没想到和周慈礼的重逢会是这样荒诞的场面。酒店房间内，周慈礼还是像5年前那样坐在沙发上，我站在他面前，惴惴不安。你都知道了？他抬手松了松领带，反问我：知道什么？知道你瞒着我偷偷生了个孩子，还是知道你明天就要和别的男人结婚了？我急忙辩解：那是我的孩子，而且这婚也结不了了。他哼了一声：若不是我到得及时，我女儿恐怕很快就要叫别人爸爸了吧。我心里发紧，听说周慈礼未婚，他又3句不离女儿，该不会要跟我抢抚养权吧？周慈礼，女儿是我一个人的，和你无关，我无意给你带来困扰。他突然站起来走近我：你就这么想和我划清界限？我不由得后退，直到后背贴上墙壁，他的气息就喷洒在我头顶。我们此刻的姿势暧昧至极，我不敢看他，垂眸看着自己的脚尖。他轻叹了口气，
语气带着说不出的宠溺。婉婉，该给我个名分了吧？我蓦地抬头看他，他的神色认真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周慈里是港城的名流，高不可攀。他这样的人，只要招招手，身边绝对不缺名媛千金。我们江家早已大不如前，他就算想报复我，也犯不着走这步棋。思及此，我试探地问：“我们两家有仇，你还记得吧？”他踱步回沙发旁坐下，淡声回应：“记得呀，你记得，你还，你还说这样的话。”我是真的不懂他的脑回路了。当年他父亲在我父亲面前谨小慎微，连着他在我面前都受尽欺辱。后来我父亲示威，他父亲转头就摆了我父亲一道，带着他去了港圈。在他掌权后，周家逐渐声名鹊起，我们两家人实在不适合搅合在一起。那又怎么样？我错愕地睁大双眼。我们两家又不是血海深仇，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。他的语气波澜不惊。我小时候欺负你，我还扔掉了你妈妈给你的遗物，你不是偷偷找回来了，还放到我家门口。他带着笑瞥了我一眼，他说完有些无奈：“你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想找理由不嫁给我？”我嗫嚅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想嫁了？我能不能考虑考虑？”“行啊，但是我耐心不多。”我浑浑噩噩地回家，女儿已经醒了，眨巴着大眼睛问我：“妈妈，你明天就要结婚了吗？”我摸摸她的小脸说：“不结了。”她双眼一亮，坐起来扑到我怀里。我有些错愕，想了想问：“你不喜欢盛叔叔？”她小心翼翼地点头，之前怕你不开心，就没说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有时候小孩子的眼光很准。再次把他哄睡后，去找爸妈坦白。二老痛骂了盛泽和秦嫣一番，又说为了公司才苦了我要和他联姻。我清楚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但我没想到盛家会这么无耻。一大早，盛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盛母在电话那头毫不客气：“江婉，小泽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你可以说。你犯得着让你朋友把他打成这样吗？你别忘了，当初可是你家求着没人介绍的。我听小泽说，你不打算结婚了，我们是无所谓。小泽年轻又事业有成，不愁找不着对象。可是阿姨得提醒你，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，有带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，机会不常有。”一番话说得很难听，我静静听完，不卑不亢地回：“阿姨，盛泽做了什么？您自己问他吧。整个圈子都传遍了，我不想棒打鸳鸯，只能怪我眼瞎。我女儿是我的宝贝，不劳您操心。取消婚礼是我们俩共同的决定，念在两家过往的情分上，我也不希望弄得太难看。我们好聚好散。”盛母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即冷笑一声：“江婉，你闹这么一出，代价你能承受得起吗？”我捏着手机，一时也接不上话。如他所说，取消和盛氏的联姻会让江氏失去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，但想起昨天那些视频和照片，我就头皮发麻。我可以不幸福，但我的女儿绝不能有一个这样的爸爸。江婉，你这么任性，我看京城还有谁敢娶你？撂下这句话后，盛母挂断了电话，脑海里蓦地想起周慈里的身影。京城是没了，港城倒有个上门求娶的。虽然我并不清楚周慈里的目的，不过他既然敢娶，我就敢嫁，起码他会真的疼爱女儿。耳畔传来脚步声。秦嫣从门口走进来，和我对视上，面色淡然。“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”我问他。他讽刺一笑：“说什么？说视频和照片是我找人发的。江婉，别伤心，我只是勾一勾盛泽，他就过来了，这也算帮你排雷了。谁让你是我的好姐妹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我以为你会希望我幸福。他笑起来，你越幸福，就越显得我的可笑。从小到大，我哪样都不比你差，除了出身，我没法选择，我只能靠我自己挣一份前程。秦嫣的胸膛起伏，我看着她，仍旧那么美丽，却又那么陌生。话到这里，就算是绝交了。她回屋收拾东西，没一会就拎着行李箱匆匆离去。公司打来电话，告诉我盛世取消了接下来的所有合作。我想了想，给周慈礼发了条微信，告诉他我同意结婚。他的电话在下一秒响起，懒洋洋的声音传来：“等着，离你家还有10分钟。”我暗叹他算得太准，恐怕早有准备，又紧张他会不会被我爸打出去。他来得很快，我以为他一个人来，没想到那么高调，身后跟着一群人，端着一堆东西进门，就像是真心实意要娶我。家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周慈礼恍若未觉，弯唇笑起，语气礼貌：“叔叔阿姨好，我是周慈礼，今天冒昧登门，给2位带了些礼物，希望你们喜欢。”等周慈礼说完他的来意后，我爸重重地哼了一声，眼神转向我问：“小婉，你真的要和他结婚？”我暗自平复呼吸，尽量让自己显得情真意切。“是的，爸，这都怪我。其实我一直喜欢他，但怕你们不接受，就不敢说。5年前去港城拉投资，就是他帮了我们，孩子也是那时候有的。”“什么？”我爸疼的一下站起来，我硬着头皮继续。后来碍于2家的关系，我和他断了联系。没想到盛泽那么对我，昨晚也是他帮我教训了盛泽。“爸妈，我真的很爱他，求你们成全。”这个过程中，周慈礼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我这。我爸没理会我，盯着周慈礼问：“你怎么想的？”周慈礼回过身，淡淡一笑：“能娶到婉婉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那你爸呢？他什么意见？”周慈礼顿了一下，片刻后答：“我离港前就告诉他了，他全力支持，还说都是老一辈的恩怨，犯不着让下一辈跟着遭殃。”我爸哼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就这样，我们成功骗过我爸我妈。家里的意思是可以先领证，但婚礼要延后，毕竟刚出了事，不宜张扬。我妈招呼着大家吃饭。就在此时，女儿从自己房间跑出来，指着周慈礼哭着喊：“你这个坏人，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妈妈和宝宝？我不要你做我爸爸！”说完就跑向花园，我急忙跟着追过去。女儿坐在草地上捂着脸哭，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小小一团，心疼不已。“别哭了，宝贝，爸爸不是故意的，他先前不知道有你这么可爱的小宝贝，以后爸爸妈妈都会在你身边的。你喜欢爸爸吗？”女儿止住哭，吸了吸鼻子，思考一会后，认真的点头：“妈妈，爸爸看起来好高啊，如果骑在他脖子上，一定能看得很远吧？”我刮着他的鼻子，笑他的机灵。这时，一双大手将他从地上抱起。周慈礼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他把女儿放到脖子上，笑得温柔：“试试不就知道了。”父女俩在花园里疯玩了一个下午。我从没见过周慈礼这副样子，他自小寡言冷漠，后来入了商场，更是精于算计，就连结婚这种事都是明晃晃的利益交换。唯有陪着女儿时，他开朗得像个真正的父亲。也幸好有女儿，我们之间不至于只有生意。吃饭时，我爸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婉婉喜欢你，我看得出来。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别拿感情的事欺负她。”他郑重点头：“爸，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她。”那瞬间的神色，真知道连我都要以为他真的很爱我。晚饭后不久，女儿要去睡觉，他缠着周慈礼哄她。周慈礼从善如流地抱她去房间，
等他蹑手蹑脚的出来时，爸妈都去休息了。我坐在客厅等他，他的笑慢慢淡了下去，走过来问我：怎么不开心？你今天不是演得很好吗？我自嘲一笑：彼此，你能给我想要的，我也能给你想要的，合作共赢就好。他坐下，离我很近，我不自然的想要坐远一点，他却突然凑近，语气熟稔，又带着点挑逗。那你说说，我想要什么？其实我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，最大的可能性呼之欲出。总之，能做对商业夫妻，也总好过为了抚养权对簿公堂。我皱着眉，捂住他不断靠近的脸。你的心思我猜不透。他不依不挠地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撒娇般的低笑一声，轻叹口气说：我就知道你没良心。我不想跟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，于是一把推开他，给他指了客房的路，就急匆匆地上楼。几天后，我和周慈礼领了证，他大方地给姜氏介绍了好几个合作方，都是在商圈能叫得上名号的。然后他就赖在我家不走了，还一脸理所当然地说：我是你老公，住在这里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爸妈巴不得我们多相处，举双手赞成。女儿更是整天要爸爸陪着玩，开心的要命。只有我有苦难言。有时候望着父女俩打闹的背影，我恍惚想，如果我们真的相爱就好了。意外总是猝不及防。某天，女儿幼儿园放学后迟迟未归，我赶过去一问才知道，被他爷爷接走了，血一下子冲到头顶。我不敢想周慈礼他爸会做些什么。正逢周慈礼出国，我没让通知爸妈，急忙给他打电话，手和声音都在发颤。好在他很快接起，在电话那头安慰我别慌，说他爸一定会联系我，一旦联系，立刻告诉他。此刻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听着他的声音，莫名觉得安心。挂断他电话不久后，一个陌生电话就打了进来，周显的声音带着笑意传来：婉婉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叔叔想和你见一面。隐约间，我听到女儿的哭闹声，心里一惊，我答应了。茶馆包厢里，周显慢悠悠地给我斟茶，让我尝一口。我直截了当地问：我女儿呢？他笑了笑：放心，我让手下带着去玩了。我是他爷爷，还能害自己孙女不成？我也笑：那可说不好，毕竟周叔您是连自己的恩师都能害的人。看到周显这张脸，我就想起当年我爸被他气得脑溢血住院，九死一生，哪怕救回来后，也不能再参与公司经营。我独自撑起偌大的姜氏，是怎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？周显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将茶杯一掷，茶水溅了几滴出来。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张牙舞爪，也怪不得盛家不要你。我毫不示弱地回怼：周叔，麻烦你教训人之前先看清楚，你不是我爹，别操着一口爹味来管我了。周显冷哼一声，神色刻薄到极致：好啊，你连长辈都敢不敬，谁家要是娶了你，真算倒了8辈子血霉。我笑出声：是吗？那可太好了。忘了跟您说，我和你儿子周慈礼刚领的证。你说什么？他瞪大双眼，相较于他的情绪激动，我一脸漠然。他重重吐了一口气才说：我这个儿子算是栽在你手上了，但我明确告诉你，我不会支持你们。我抿了一口茶，波澜不惊。你以为我稀罕？周叔，只要能吊着你儿子，我想要什么他不能给我，你从前抢过去的，我都能加倍的拿回来。他低笑一声，突然拿出手机放在桌上，对那头说：慈礼，你都听到了吧？这个女人根本不爱你，就你眼瞎。爸，周慈礼打断他的话：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。巨大的炮火声传来，紧接着是惊叫声：
跑动声，一片混乱。此理，此理！周显连声呼唤，电话却断了。周慈理所在的国家突发战乱，他生死未卜，顾不得和我争执。周显失魂落魄地出去，临走前把女儿交还给我。我抱着女儿，身子都在发颤。周慈理，你会死吗？浑浑噩噩地出门，脑海里却不断地浮现出从小到大有关周慈理的画面，耳朵里爆发出尖锐的鸣响。我把女儿放下，痛苦地捂住头。女儿在哭泣，不知所措。我伸手给她抹泪，抹着抹着，感觉脸庞湿润，一滴又一滴的泪落在我的胳膊上。周慈理失踪的消息很快被媒体大肆报道，周显急匆匆地回港，而江氏因为和周氏的合作也受到不小的影响。我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，收到一通港城打来的电话，对方告知我，周慈理有支信托基金的受益人是我，其中有些文件需要我签署，他不日将来京找我。那天陆续有电话打进来，我这才知道，在周慈理来京之前，他就把所有的财产都以各种方式转让给我了，只要他出现意外，就会即刻生效。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女儿每晚睡前都问我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说了要给我带玩具的。压下心头的苦涩，我告诉女儿，很快了。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新闻已经被我看了无数遍，没有任何消息。好不容易进入睡梦中，梦里全是周慈理，最后一幕是他满脸是血的对我说爱我。惊醒时，天才蒙蒙亮，我捂住脸，无声的哭泣，睡不着，索性去了寺庙。香火味让我心静，跪在大殿门前，我虔诚的磕头，心里一遍遍地祈求周慈理平安归来。只要他能回来，我就告诉他，其实我不恨他，他并没有做错什么。下山后，接到助理电话，说公司的股票正被恶意收购。我赶回公司，盛泽正等在那里，慢悠悠地喝着茶，他眉毛一挑，难掩得意之色。江晚，被人收购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按照这个速度，明天收市的时候，江氏的大股东可就要易主了。我冷声问，是你做的？他趾高气昂地点头，眯着眼笑，就许你有人撑腰。你要知道，这些年姓周的在港城杀伐决断，可是树敌不少。他瞧出我脸上的憔悴，轻啧一声，继续说，看起来你是真的爱周慈理呀。不过姓周的现在生死未卜，还有谁能为你撑腰？你一个女人也成不了什么事。江晚，我劝你趁早投降吧。我笑了笑，废话少说，不如谈谈你的条件。他从上到下地打量我，不怀好意地回，你伺候我一晚，如果我舒服了，就考虑放你一马。我冷冷地看过去，顺手抓起茶水，尽数泼到他的脸上。盛泽，你以为我江晚走到今天只是靠男人吗？他恼羞成怒，指着我大骂，江晚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这次必定整死江氏。好啊，我奉陪到底。今天是给你上一课，不要小瞧女人。盛泽怒气冲冲地走了，我却忐忑起来。这次恶意收购来势汹汹，短期内必须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盟友，才有可能在股权上取得优势。我给几个长期合作伙伴打了电话，都很有礼貌地拒绝了。半夜，我接到了周显的电话，他语气不善，江晚，被人恶意收购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如果你是想看我笑话的，那可以挂了。哼，我是很想，可慈理铁了心要帮你，他早就看出你们江氏有被恶意收购的风险，之前已经交代过了，你等着吧，明天周氏的资金就会入场。他又喋喋不休地说了很多，我什么也没听进去，只是在想，周慈理，你究竟背着我
做了多少事情。最后我问他有消息了吗？无论江家和周家有多少仇怨，此刻思念丈夫和儿子的心是同频的。周显在电话那头长叹一声，通讯全断了，联系不上。随着周氏的进场，收购的成本被不断拉高，最终盛泽败下阵来。他给我打电话，语气愤恨：江晚，没想到周慈里都死了，还能把后事安排得这么妥帖，我真是小看他了。我当下就怒了，厉声质问：谁说他死了？盛泽，你再说一遍。他大约没听过我这种语气，低声骂了句有病，然后挂断电话。我瘫在椅子上喘气。1周过去，周慈里仍旧没有消息。港城来的律师找我签信托基金的文件，签完后他打趣道：百闻不如一见，江小姐，我早就想看看让慈里念念不忘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我微微一怔，他继续笑着说了一些事。他说5年前我来港城时，周慈里就注意到了，但他却偏偏要用女孩子最不喜欢的方式来帮我。后来即使他在忙，也会时不时地来京城悄悄看我一眼。至于孩子的事，他很早就知道，但那时羽翼未丰，考虑到2家恩怨，他只敢在一旁看着，不敢做什么。直到得知我要和别的男人闪婚了，他才着急忙慌地连夜飞到京城。我想真是造化弄人，偏偏在这个时候让我知道了这么多。艰难地扯出一抹笑，我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。这时秘书神色慌张地走进来：不好了，秦小姐带着小小姐上了公司楼顶。我被害得浑身一震，踉跄着跑上屋顶。秦嫣带着我的女儿站在露台边缘，神色癫狂。一段时间不见，她瘦了不少，眼窝凹陷下去，眼下泛着青，身上还穿着病号服，显然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。他冲我吼：江晚，我的幸福已经没了，凭什么你能幸福？我要毁了你的宝贝，你就和我一起下地狱吧！女儿在他的控制下惊恐地哭泣：妈妈，救我！我流着泪，双手合十，恳求：秦嫣，你别冲动，你放过我女儿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他边哭边笑：江晚，你能给我什么？是我抢了你的未婚夫，可我留不住，我留不住啊！我连我的孩子都没留住。我边柔声安慰，边小心地靠近他：秦嫣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下来，我帮你，好不好？秦嫣尖叫一声：别过来，都是你，江晚，都是你害的！他神色委屈，彻底崩溃：我要杀了你的女儿，我要你一辈子都活在伤痛中。说罢，他带着我的女儿，整个身体向后仰。我撕心裂肺地吼，一个人影迅速窜了出去。在我没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牢牢抓住了女儿的胳膊。消防和警察都到了，大家齐心协力把2人拉了上来。女儿被吓得扑进他怀里大哭：爸爸，你回来了！我抹了把眼睛，望着那个抱着女儿的身影，确认这不是梦，他真的回来了。等人群散去，女儿仍旧窝在他怀里，他抱着女儿走向我，随后揽住我，用低沉的嗓音说：我回来了，婉婉。女儿破涕为笑：妈妈，你也哭得像个小花猫了。我眨眨眼，含着泪扑哧笑出来。那天天台的风很大，我靠在他怀里，听他清晰有力的心跳声，悬着的心终于落地，一切暗流涌动。随着周慈里的回归，尘埃落定，我不禁想，能走到这样的位置，他要付出多少异于常人的努力。有点心疼，有点钦佩。秦嫣被送去了精神病院，盛是因为违法乱纪，主要负责人都受到法律制裁，日子归于平淡，平淡中又有幸福。我还是以京城为大本营，好好经营江氏。
周慈里为了我两地跑，跑的圈子里人尽皆知。他也喜提宠妻狂魔的名号，为此我向他抱怨过，说别人会以为我是母老虎。他不以为意地回：怎么会？他们羡慕得要死。周显仍旧和我不对付，好在我们隔得远，一年见不到几回，彼此都能忍受。倒是我爸在过年吃团圆饭时，拉着他喝酒，大有一笑泯恩仇的架势。婚后第2年，周慈里强制带我度假，飞机一落地，我才发现整座海岛都被他包场了。他牵着我的手说：婉婉，我们办场婚礼吧。婚礼那天，我穿着定制的婚纱，缓缓走向他，周围父母、亲人、朋友笑盈盈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周慈里西装革履，英俊非凡，碧海蓝天，万物美好，前路漫漫，而那个人就在中央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